我母亲终于有一天发现了我这个本子，看到我写的东西，把我打了一顿，把那本子直接丢到灶孔里面，一把火就烧了。我母亲打我一顿之外，必然要就送一句：“你等着你爸回来收拾你。”人怎么能够是这样互相的欺负呢？那街上发生的武斗，我都同样看到，打死打伤人了。你次次羞辱我，那老子就给你一枪。18岁的我，对全校朗诵批毛泽东。那会儿中国社会文革才刚结束，几个人敢这样思考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我童年的记忆使得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怀疑。抄家，我们家是街上少有的几户有缝纫机的家庭，因为我外婆在民国的时候就是靠做缝纫为生，度过了抗战，度过了以后的饥荒，直到我母亲参加革命了，到了利川了，又把我外婆接过来的。那我外婆是有这个手艺做衣服的，那家里买得起缝纫机。文革来抄家就说，因为那会儿禁止一切私人有任何经营嘛，那是我外婆主要是跟我们几姊妹缝衣服，家里的衣服缝补补，邻居的穷人的请他的帮忙，他帮忙弄。邻居说送一点东西啊，他也收一点啊，基本都不收工钱。就是这样，一来吵架就把那个缝纫机头给拎走了，没收了，乃至于到68年的时候，我外婆就不忍在这个地方受这种各种羞辱，也同样想为大姐找一条出路，就又一个人回到了她的故乡，她的娘家湖北汉川县的一个乡村，投亲靠友，回到了乡村，在那个村子里面做村民。然后第2年就把我大姐，因为我大姐初中毕业成绩很好，因为是右派走资派的女儿，不允许上高中，必须要赶下乡下乡。于是我大姐下到本地就没有出来的希望，同时我父母也担心她被欺负，就把她送到外婆身边。我大姐就下乡到了遥远千里之外的平原，江汉平原下乡。我2姐同样初中毕业，不允许上高中，失业在家。后来因为父亲在邓小平复出75年左右，父亲又恢复当了官，当了矿长，然后把我2姐招到煤矿去当了工人，一家4分5裂。然后大约在73年、74年的时候，我父亲因为长期迫害，加上煤矿的那个尘肺病，那会儿不叫尘肺病，叫矽肺病，传统中国叫矽肺病。父亲的肺结核穿孔，然后那会儿的肺结核是要命的，肺结核有传染性，又把我传染上，我的肺，少年的肺也肺结核穿孔，2个孔，然后一家陷入4分5裂。父亲在武汉住院治疗，外婆和大姐在江汉平原乡下，母亲在镇上带着我，开始要抢救我这个唯一的男孩。2姐在矿山，那是我们家最惨的年代。那个年代也是我最重要的形成我基本世界观的年代。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就恶感，
人怎么能够是这样互相的欺负呢？那街上发生的武斗，我都同样看到，打死打伤人了。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写诗了，这个是不可解释的，没人教过。只是因为童年的时候，我在外婆的怀里，经常听她用古调，就是诵诗啊、诵读啊，抑扬顿挫的诵读古诗、唐诗，最浅显的一些唐诗，就是这样诵读给我。还有一本50年代初的儿歌集，我外婆跟我长期的诵读，使我从小养成了对韵律的习惯。知道诗是这样的，要押韵啊，要七言四句啊，七言八句啊，知道这些。我3年级开始就有一个小本子，就自己悄悄的写诗。我现在一首都记不得，因为突然有一天，我曾经把我写的诗给矿山煤矿的一个残废工人看过。那个工人是一个老高中生，很有知识分子，他一看了我大惊失色。他说：“你这个小小年纪竟然写这些东西？”古体诗，像古体诗，实际按今天眼光来看，带押韵啊，就是押韵是七个字的整整齐齐的，但是并没有按格律写的。但那个工人一看，大惊失色，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写这些东西？你这个不要给别人看见。”主题是什么？就是其实充满了一个少年的忧伤。我唯一想得起来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不解，一句都想不下来。然后我母亲终于有一天发现了我这个本子，看到我写的东西，把我打了一顿，把那本子直接丢到灶棚里面，一把火就烧了。我的第一个诗集就这样毁于母亲的之手。所以也选择记忆完全忘了，那确实清空了。那确实清空了，确实记不住一句了。但是主要的情绪我记得，就是充满了一个少年的忧伤啊、恐惧呀、不解呀，这种的，以及对家庭的，尤其外婆远走啊，姐姐也不在呀，等等的那种10年的父亲也不在呀，绝望加上自己的这个肺结核传说是要死的病，就是那种绝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可能算一个早慧的儿啊，就自然就写了这些东西。后来一把火就烧了，我的最初的创作就不存于世了。那一定就是我从这个阶段写诗的这个阶段，就注定了我一生的繁华。以后的历史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绝不入团，绝不入党。1980年，在我上大学刚上3年级的时候，我们迎接新生8年级的新生进入学校，全校的大会上面，那会儿呢相对开放，1980年，然后我是文艺活跃分子，班干部说：“哎，你出个节目吧。”我说：“好，我朗诵一首诗。”他们也不审稿，然后就报幕了，我就上去朗诵。我朗诵的就是为了历史致毛泽东。1980年的9月，我开始批判毛泽东，很长的一首长诗。这首诗保留到今天，在台湾我出的，我送给你们的那个《活着为了见证》那本书里面有这首诗的原作。今天来看这首诗，都不落后，对毛泽东的拷问。1980年我才多少？18岁。18岁的我，对全校朗诵批毛泽东。那会儿中国社会文革才刚结束，
几个人敢这样思考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全校哗然。大学又一次亮出一场风波，差点把我开除。幸亏那会儿我父亲官复原职幸亏那会儿的恢复大学的领导也好，周围宣传部的也好文办的也好，教育局的也好，多数是以前被打压的一批知识分子，对我充满了理解，不敢肯定我，但是也不想处分我，才使得我保留了学籍。所以我的反叛的事，不是我吹牛，我早于我的很多同代人。一切的原因就在于我目睹了我的家庭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您父亲当时被批斗的原因是什么？非常直接的原因。那会儿所有的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革命就叫揪出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他当权，就任何单位的主观那会儿都被打倒了的。所以是因为当权派，并不是因为是地主家的后代。主要是因为当权派，但是他加上地主子女的这个出身这个成分又追加一等，就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他的有什么师德的问题。那会儿每个学校的校长也好，每个都要被斗，就是毛泽东就是所谓的要斗刘少奇嘛，就基层就纷纷就是要把所有的当权派打倒一遍，就是所有的当权派都成了共产党的替罪羊。我听您在说的时候，您是母亲和父亲俩之分着说的，但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还有你作为一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就是独子少爷的记忆是什么？我父亲呢，在我们那个地方呢，可以说叫威震八方的人物。除开在文革被打倒，甚至他被毒打过，被造反派用皮鞭抽在地上打过。在我不在现场，但是我听其他的工人讲过，尤其在我们成年过后。然后父亲又官复原职那个后，还会有他那些老部下来说，当年那个谁那么打你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惯了，来卖邀功啊，来说讨好的话，一些人呢，我们就会渐渐的听到这些事情。那我父亲呢，又是利川的工业之父，他呢，在他手上，光他领导开办的厂、铁厂、煤厂、化肥厂、机械厂。后来当工业局局长，说我父亲是利川工业之父一点都不吹牛。以后又到泉州管交通、汽车运输、客运、货运全归他管。他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共产党的能力很能干的力源由于他为人处事，我今天的为人处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父亲。就是对人呢，虽然有脾气，但是对人心好，不整人。我父亲一生不整人。所以我父亲死的时候，你想94年，他已经退休几年了，去世的早已经没有权利了。共产党的官员是没有权利了。就没有人来攀附你，没有人再跟你讲感情。那他已经退休了8年死的，60岁退休，68岁死。那他下面的官员，即使是他培养的人都换了几波了。而他死的时候，我在坐牢。我大姐在武汉，与我们恩施当地没关系。我二姐离婚，孤苦伶仃。我母亲一个退休老人，无权无势。当我在
监狱干警的押送下，回到恩施州冬天奔丧。我们直接下车就奔到那个殡仪馆，我父亲的尸体摆在殡仪馆的堂中间，身上覆盖着一面党旗。押送我的警察一身警服，我一个光头，一看就是坐牢的孩子回来了。我一下奔到我父亲的尸体前，跪在地上，拉着他的手，冰冷的手，痛哭流涕，就觉得对不起他现在，因为是延期我都不在身边了，这是最不孝的行为。第二天就是正式的追悼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想到。首先被惊呆的是押送我的干警，四面八方的货车，恩施8个县市，每个县市之间都是高山大河的那种，上百公里，有的远的200多公里之外，一辆辆大货车拖着满车的人站在车厢上，往殡仪馆赶。那么寒冷的冬天，在殡仪馆门前排队，要来给我父亲下跪上香，排了2公里长。押运我的干警惊呆了，就你父亲一个退休8年的人，还有这么好的他妈的，这么多人念他的好，你们家现在有你都他们坐牢，谁在中国这么势利的一个社会，谁愿巴结你们这个家庭呢？这个时候，那只有你父亲当年为人处事播下的这些爱，才会收获这份尊敬。那我念悼词的时候泣不成声，我亲自写的悼词。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因为我父亲正县级的老干部嘛，那周围都还是要，周围是副书记啊、州长啊这些都要来啊，那县处级的官员也要来一大批啊。我一边念着悼词，我自己泣不成声，连所有的这些来参加会的官员都流泪了，都流泪了，那个都有。当时我们的朋友也扛着摄像机，那老一代的摄像机全部摄下来。那我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在失去权利、失去这些之后，还能够被人如此尊重。很多年以后，当我从大理又回到利川的时候，我在利川有了自己的院子的时候，我去把当年参加了我葬礼、父亲葬礼的那些老工人，我记得的都是他的旧部啊。我一个一个请到家里来，请他们喝酒，感谢他们。在当年我一个囚徒，我父亲死了，我生怕我父亲连个吊孝的人都没有，结果你们从4面8方涌去，我非常感恩。所以这些老工人现在都跟我保持着非常好的情谊。这就是说，你说回故乡，为什么要回故乡？故乡有这些东西，有这些古老的情谊在。刚才您提到父亲的时候，您讲的还是公共层面的事情。爸爸对你的这种爱，你们互相有表达或感受到过吗？好，这就叫我来讲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和父亲的关系是个很好玩的、很戏剧的关系。我父亲因为在我的童年少年，他都是在矿山，我在小镇上面，他不是总在我身边，他半个月、1个月才回来一次，尤其文革期间就更不太敢回来。那会儿在矿上被批斗，那我每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就进入文革了，我每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就都是铁青着一张脸，
充满了威严。每一个父亲回家的时候，都应该是儿子最快乐的时候。我从小的记忆，父亲回来的时候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母亲对我总有一个咒语，就是因为我调皮捣蛋，我从小就是在组织这调皮捣蛋的人。我每惹了一个错，我母亲打我一顿之外，必然要就送一句：“你等着你爸回来收拾你。”所以这个魔咒就成了，每当爸要回来的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场毒打的开始。但真正的我们没看见过我父亲的笑脸。我只有很少的一点记忆是父亲回到怀里，回到镇上来的时候，这样翘着二郎腿，让我坐在他这个脚上他抖我几下，这是我童年的少有的温暖记忆。就是抱着孩子这样抖几下，没有什么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所以抱着怀里亲一下，柔软的记忆有吗？没有，一点都没有。不仅没有，第一次毒打，我对父亲的记忆的第一次对我的毒打，今天我用的是毒打这个词，就发生在架机枪事件的前后，到底是前还是后我记不清楚。就是又来了赵鹏还到我们家里来骂我父亲，我就坐在那个家里的一个桌子，很小的一个桌子上面，小孩嘛，5、6岁左右，我就坐在那桌子上，看着那些2、3个人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在那骂，然后因为他们骂声很高，周围邻居的孩子跟我一边大的孩子就要来围观看热闹，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个事情。他们来看热闹，但是我已经知道这是我们家的丑事儿。这些成人来骂我管不了，但你们这些孩子来围观，我平时是孩子王，我就吼那些孩子：“你们他妈的滚出去！”我也用脏话，你他妈滚出去！这边的成人在吼我的父亲，我在吼孩子，父亲就拿眼睛瞪我，对心中已经积攒着怒火。他是希望我闭嘴，不要去惹祸。这些乡里乡亲惹不起。终于那几个人骂完了，走了。我万万没有料到，父亲一把就把我从那个桌子上直接一下摔下来，抽出边上火塘边的一个木材呀，就暴打。我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那个打的之重啊，就是我形容一个词叫打强盗，乡下人打强盗都那么打。我外婆，那我是我外婆的掌心肉啊，心口肉啊，我外婆一下就扑上来抱着我，就来帮我扛那个柴块。我父亲对我外婆是非常尊敬的，然后连外婆扑上来救我父亲都不住手啊，依旧用那柴打，我外婆就用手去打，一下挨了一那个柴块。这是永远的，所有人不知道的秘密。其实我外婆就这个手指骨折了，外婆一声不吭，到死这个手指就是这样弯的。以前都是好好的，裁缝的时候，到死这个指头就是弯的。就他的骨折，他给隐忍，也不说人家花钱，就一直再也没生这个。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第一顿毒打，这个记了一辈子。我父亲总共也就打过我，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早恋还打过我一次，总共一生打过我4次，每一次都印象深刻。但是有一次，本应该毒打的一件事情，他竟然没打我，这个故事值得讲一讲。1970年，我大姐下乡，因为在山里没出来，要去找外婆。我爸带着我送大姐，大姐那会儿也就15岁15岁的少女，家中的长女，一个父亲要把她送到一个我父亲都没去过我妈的家乡，那个江汉平原的农村，要把她。一个父亲，我知道，我想象得出来，我父亲当时内心的那种难受，就带着我送我姐姐到了万县，因为利川人那会儿要出山必须到四川的万州，到万州才有长江，才有码头，才有轮船，到万州乘船3天下水船到武汉，到了武汉，我大姐就必须一个人上岸，找长途汽车站，找到长途汽车站买通到汉川县的汽车，到了汉川县又要去那个二河区的公共汽车，找到二河区的公共汽车了，到二河下车了，要走路走到那个乡村去，为大姐买好了船票。然后带着2个1儿1女就去逛商场，给大姐尽量还能够买点啥吧，毛巾啊、牙膏啊，类似于这种啊。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万州。万州其实也就是一个过去叫地区，就是省市县，也就是市级单位。我第一次见到长江，第一次见到大船、楼船了，几层楼的东方红1号、东方红2号。对于一个小小的山中少年来说，虽然万州只有1整天的路程，从我们家去万州要坐1整天车，山路，但是突然眼界一下就开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大一条河。还有这么大的楼船可以在河上往来，拉着巨大的汽笛，那种惊异感。第一次见到城市原来高楼大厦，当年的高楼也就4层楼、5层楼，但是万州曾经是租界，有殖民时代留下的钟楼、钟鼓楼，那个就高了，就是让我知道城市是。哇，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逛商场，第一次见到供销社，我母亲是供销社的，乡村供销社，现在来看就这么大，在当年小时候就觉得好大的一个单位啊。到万州一看商场，那会儿不叫商场，叫百货大楼。一到百货大楼里面那种眼花缭乱，我就走不动路了。70年我才8岁嘛。我就在儿童玩具柜前挪动步了，我一眼爱上的一个玩具是一个儿童步枪。我小时候不是完全没有玩具，我父亲偶尔回来，他到武汉开会他毕竟是个矿长，省煤炭厅开会他要去一下，那他还是会带玩具，但是童年我的玩具大约印象中就2、3个玩具，全部童年就2、3个玩具。当走到这个百货柜才看到一个儿童步枪，有枪管，是那种弹簧枪，就是像步枪一样把弹簧一拉回来卡住，枪管里面放一个小石头或者一个小黄豆，一扣动扳机，嘣就射出去了。有效射程3米远是没问题的。
那我从小怎么就变成一个喜欢武器的少年？8岁的孩子就不走，就跟爸爸说我想买这个。那会儿一个儿童步枪并不便宜啊，那不是万州生产的，那会儿的这种玩具都得是上海生产的。印象中到底卖2、3块钱呐，但是2、3块钱就是个大钱了，在那会儿，那父亲就不愿意给我买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愿意花钱，他并没意识到这是个凶器，因为他还是个儿童玩具柜台卖的东西嘛。父亲就不愿意花这个钱，我从来不敢在我父亲面前撒野。那更不敢哭着闹着说让我非买不可，就是那种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我大姐看着心疼的。就我大姐就跟我父亲说，我大姐也怕我父亲，我大姐就轻言细语跟我父亲说：“弟弟从小都没什么玩具，第一次来你就跟他买一个呗。”我父亲看到这个马上要远去、以后都不知生死的女儿来说出场说这句话，可能看着我大姐的面子，一言不发就掏钱给我买了。买了过后，那个一个8岁少年买了一支步枪，斜背在身上那种他妈的顿生勇武之气，人都变得雄壮了。父亲带着我们这对儿女，就要去照相馆照张相。姐姐走了，这个一走都多少年，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去照个合影。我背着步枪站在姐姐的边上，照了一张合影。那会儿的照相馆都要题字，上面题了一行字，叫“我们姐妹俩永远忠于毛主席”。这张照片保存至今，这是在我的微信、微博都发过的。好，当我有了这把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那牛逼哄哄的。平常，因为我父亲经常到镇上来挨斗嘛，那同学少年就喜欢欺负我。我上面没有哥哥，下面没弟弟。那在8岁以前是受欺负的。跟我同龄的少年，其中一个副镇长的儿子，那不叫副镇长，那会儿叫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姓黄，我至今都记得他。他是最爱在我面前的，其实都是同龄同辈儿的，他是最爱在我面前模仿大人，其实都是大人喊的口号，他愿意模仿大人来羞辱我，到了我面前就喊打倒郑麻子。那会儿文革他不是喊打倒走资派郑永怀，他是喊打倒郑麻子，他是羞辱。那孩子也对父亲的缺陷都还是一个敏感的脆弱的心，你喊打倒谁我都无所谓，但是你用麻子这个词儿我还是很忌讳的，就那种怀恨在心啊，多年的拿他没办法，他家里弟兄多，他每到我面前都要喊打倒郑麻子，那种羞愧之心、怀恨之心。当我有了枪过后，我很快就找到了实惠，粉墙的这个实惠。我知道人人都怕实惠嘛，实惠撒到眼睛里面去了，那是要刺激的，也恨不得要瞎眼的。小孩又不知道轻重，我灌了一枪管子实惠。黄昏的时候，我看黄家的这几个弟兄坐在那个我们供销社的那个石阶上，坐在那儿玩，我拿着枪，就像一个西部电影的枪手一样，非常冷峻的走过去。黄师傅，他叫黄世宝老师，黄师傅，抬头。那黄师傅抬头，斜着眼睛看着我，我对着他的脸，嘣一枪就出去了。那一瞬间，看见的死西张脸唰的白了，
全是石灰，杀猪般的那种哭声响彻整个全镇，那石灰喷到眼睛里面去了。我完全不知道我犯下了多大的错误。这一枪打出去，一镇的孩子全吓坏了，哭声整天。他的父母赶紧冲上来，抱着他就往医院跑。很快有人传话给我母亲，我母亲急忙就带着钱就往医院跑。等他们在医院洗完眼睛，幸好没瞎。洗完眼睛了，孩子哭着抱回家了。那个我母亲付完钱了，赔礼道歉，多少怎么个赔礼道歉我都不在现场。总之肯定受了太多的气，回来的满腔怒火，那我就等着了，一顿毒打了，毒打完了，丢下的依旧是那句咒语：等着你爸回来再收拾你。我操，那一个月完全就在恐怖中度过，心里盼着老爸你就别回来了吧，这场祸那就惹得太大了。惹的是文革时候最当红的家庭了，我们又是最倒霉的家庭，而且这个行为呢是足以造成后来大人的辱骂教训中间知道这是让人瞎眼睛的事情，这瞎眼的祸我还是有点怕的，大人也会说他要瞎眼你要养一辈子，那我对一个8岁的少年来说要养另外一个是一辈子，这是个天大的祸患。那一个月就每天放学就看一下父亲回来没有，没回来，今夜平安无事。终于有一天放学回来，一推开门就看见我父亲阴沉着脸坐在火塘边，我们山里面都烧火塘的嘛，冬天阴沉的坐在火塘边。我站在门口一推门看见了就不敢进来了，就站在门口就被定身术一样的定在那儿了，就站着。我外婆都不敢插话。我那会儿已经外婆不在了，家里没有救驾的了，外婆已经跟大姐下乡去了，家里没人救驾了。那外婆这还有个保护伞呢，家里没有救驾了，母亲在做饭，一声不吭。母亲是既然说出那句话的，她就是不会来救驾的。我就站在门口不敢进屋，就这样对着走。父亲从门响的那一刻都不用回头就知道我回来了，也不回头，依旧坐在火塘边，炉火熊熊，烤着他一张马脸，泛着油光，那杀气腾腾，那完全是杀气腾腾。看我不进去，终于冷冷的说了两句：“过来。”他不敢不过去了，磨蹭蹭的走到他身边。他这样坐着，我就站在这儿，等着必将到来的毒打。站着，然后父亲说：“你为什么要拿枪射石灰打人家小孩？”就问了这一句话，我只是嘀咕了，就轻言轻语的咕噜了一句话。我说他长期在我面前说打到真麻子。我说完这句话，我就等着我父亲的一巴掌横扫，但是父亲一声不吭，盯着那个炉火，就这样看。那漫长的几分钟，我后来现在老了，我也成为一个父亲之后，我在想，我父亲一定是在心里想，这孩子没做错，这孩子是为他的尊严而战的，饶了他，一定是这样在想。
沉默了几分钟，当时吃饭去吧，放过了我。本该一阵毒打的，反而这一次全部打，放过了我。从此我在这个小镇上一战成名，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知道我是一个敢下毒手的人，那真的就是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们当地方言叫这种孩子叫星星，所谓星星就是个250个不知道轻重的人啊，连大我一些的孩子都不敢惹。就这个孩子，你惹了他的话，他一旦出手，有可能是一招致命的人。从那以后呢，我真是在所到之处，包含坐牢，进去就是刀头一把。这就是我童年给我的教育，就是人要捍卫自己一些东西。看这个要捍卫什么？这个认识这个点从哪儿来？那是长大了才知道，为了捍卫尊严。但是你那会儿，就是你对那种羞辱的不能忍耐。你次次羞辱我，那老子就给你一枪。